有小伙伴问大阪半马的博览会要来参加大阪半马，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去年是这样，就从这个门进去，然后有这么长里边一个通道，把东西领完，还有他的赞助商的广告，没有卖东西的，然后到这个门就出来了，就结束了。这是大阪半马的带引号的博览会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2月26号星期四，特别晚才开机，因为昨天夜里下雨，现在还是阴的，刚亮起来，都快结束训练了。看昨天的节目了吗？还是挺激动的。我一直在想今天跟大家聊什么，我就想，其实与其说传播跑步的知识带引号的知识，其实也想跟大家聊聊跑步的文化，但这两个是互相的，不是单有文化没有知识，反过来也不是。我昨天也自己看了一遍那个节目，一会儿咱们聊一聊。昨天那个节目拍的是全日本高校接力，它的这个高校是高中的意思，不是大学。大学的接力就是每年最有名的就是下周的箱根驿传，今年是1月2号早晨出发，1月3号回来结束。那个是大学的，但是基本上你看高校这些高中跑得好的到大学也会继续去参加，然后从大学出来呢，就是如果你选择做这个职业，那就是可能是企业的队伍呀，或者是就像大破节那种自己去训练的是绝对少数。那天男子夺冠的学校就是大破节当年的中学。我没有太记住具体的成绩，男子的接力是第一棒是10公里，最后一棒是5公里，中间的是不固定的长度，就是不是那种就像5跟10这种有明确的比赛距离这种长度，可能有的是3公里，有的是几公里这种。我要能找到，我会贴屏幕上。最后一个5公里好像是14分01还是多少，我不记得了。但是最后那个5公里最后是上坡的。你看这些年我跑了这些比赛，虽然我参加的比赛的数量远没有很多或者大多数朋友多，真的没有。但是呢，我参加了好多地方不一样的比赛，还有我在好多地方跑过步，就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就这个跑步，我说的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在大阪城跑步是2018年来这边玩，就跑了一次。但是你这么跑一次，其实你没有什么体会。我觉得这些年我的进步得益于我看到了这些，就任何地方的比赛组织、训练逻辑，还有跑步的人的习惯等等，都是不一样的。不能说自己的都是好的，或者自己都是错的，也不能说别人都是好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都有好的地方。我觉得努力的看到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地方的优点，和清楚的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是进步的一个能让自己进步的很好的一个特质。我不能说我100%有这个特质，我其实也是个挺自大和自恋的人，但是我可能会稍微多想一点，我也希望把这些我看到的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传达给大家。就像那天的接力，那高中生也就是16、17岁这个成绩，而且有58个队伍，男子每个队伍是7个人，那也就是说有
58 7个人，57 35 78 56有400多人，对吧？如果没记错是58个队伍，每个队伍7个人是确定的，得7棒，而且他肯定不只有7个人，他肯定是有板凳深度的，对不对？肯定是有的。那就是说，这58所学校有怎么着得有600人的跑步的人。男子的话，我估计10公里最慢也得在23分钟之内吧，反正最快的是28分多。那这些人将来再淘汰和进步，然后就变成了未来的可能中长跑，可能是马拉松赛道上的精英，因为这不一样。跟你看中学这个，因为还都是小朋友，就像我总说的，尤其是男子选手，16、17岁不要跑长距离，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柔韧有余、刚性不足的年纪，跑太多太长的距离对身体是有害的。在这个年纪应该去努力顶速度，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7个人接力完成一个42公里，最长的一个人是10公里。然后到了大学呢，就是香根一传，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半马。到也没有很长，然后再往后才是你说我要去征战场地赛，我要去征战马拉松等等。而且跑步其实是个挺枯燥的事儿，对年轻人来说。我看这一队人，到其中那位女士就是奈良的第3名，也拿到了，应该是也拿到了明年初的那个大阪女子国际马拉松的资格。那女子国际马拉松就是和大阪的半马是同一场赛事，只不过出发点不一样，终点都是那个体育场里。大概半马我的水平跑到12、13公里那个地方，能看到女子的全马跑过来。去年的节目录到那一块了。还有就是关于训练，你看我总说到这边以后，我发现我这一个月400、500公里不算什么。那天大学先生晒他那个高驰的年度总结，今年已经6000多公里了，比我多了好多。所以就是你看我看到的是人家有好的跑量，高的跑量，虽然可能我每次训练的速度相对快一些，但是呢我不会去说啊我跑的少是因为我跑得快，我不会这么想的。我觉得我应该试一试别人的方法，既然别人这么试，有他得到了这个成绩，那肯定是有他的可取之处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还有关于集体训练，那时候做梦我都想不到会有这么多小伙伴一起在周3的早晨去在这条路上冲刺。昨天是6公里的阈值，我的平均配速是3分33，还可以哈。而且明显感觉到自己有进步，在高速的时候的驾驭能力，虽然可能还是这么快，但是跑起来没那么慌张。那慌张，我觉得只能这么形容了，就是这种感觉吧。还有那年在新加坡跑步，我觉得哎呦，我都热得不行了，就觉得真的不行了。但是他们还都在跑，而且有的还是穿的那种普通的那种有袖的 T 恤，不是竞速背心儿。我都就已经全身都湿透了，人家还能坚持训练，
而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月跑量300以上的真人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说一半说没电了。就是我觉得这些年给我印象深刻的这么几次变化，第一次是2018年、2019年在新加坡那段时间给我的一个变化，还有呢，第二是在后来2019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，在北京也认识了元大都的马老师。那时候我就问他，我说怎么训练呀？每天跑多少？每个月跑多少？他跟我说1个月500多公里。那时候对我来说好多呀，不敢想象。而且他们周3的晚训练是强度课，早上起来还是照样他通勤10几公里跑，然后晚上再下了班再去跑那个强度课。那时候在我看来都是不敢想象的。而且有一次还想跟马老师约长距离没有成功，是因为那天正好已经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了，我有点跑不动，特别累了。他说的是一个30公里的渐加速，最后加到可能4分以内。但是你看现在过了这几年，有时候我们周6早晨平天确认的早训练，我也是第4天，有的甚至是第5天，有的甚至前一天跑了一个30公里，我也能顶下来一个有点强度的中长距离了。就是如果总看到自己，我觉得1个月100公里了不起啊，我今天跑步了不起，然后或者说我1个月300公里了不起，那总看到自己的好呢，就看不到更远的东西或者更大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被局限住。倒不是说这样就不行，因为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，有的人是为了赛场上的成绩，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社交，有的人是为了锻炼身体，目标不一样是 OK 的。就是如果目标是成绩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多看一看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比方说去柏林参赛，去伦敦参赛，那个时候看到说，这些运动员们赛前1、2天在博览会玩的也挺嗨，然后呢也该干嘛干嘛，而我赛前1、2天呢动都不敢动，就想保存体力。但是现在你看，我赛前的博览会啊、活动啊，我都一切如常，比赛还是那个比赛，成绩还是那个成绩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所以上周去看完高中生的接力赛之后，我想了挺多的，我就想这些年我的进步，或者说真的进步还是带引号的进步，其实对很多普通人来说，不可能一生每一件事都是进步，就不是每一次改变都是进步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改变。就是可能你从这个想法或者这个做法改变成另外一种，它不一定是进步，甚至有可能是退步，有可能是打平不变，但是变化才是生命的，我觉得是一个让生命活出宽度的过程。这就不成熟的经验。今天还是一个半马，比半马多了几百米，平均配速4分35啊，今天不慢了，运动表现优秀。最近我的高驰老告诉我有氧效果提高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训练的不规律。最快1公里4分13，平均4分35，最大心率158，平均心率147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累计爬升了80米，步频200，步幅1.08米。就像步频步幅这种东西，一开始我觉得我挺好的，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样。我知道别人什么样以后呢，我曾经一度自豪过，我觉得我步频好高啊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又看到别人那种像石川先生、田中先生那些本田先生那种大步幅，然后那种优秀的跑法，我又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，我又有一点点的失落，我又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再调整。我记得我还跟大家分享过，那段时间我说我要调整，但是后来呢，我又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发光点，我又在想说那我就不要调整。大家记得买 Metaspeed Age 那一天的节目，那时候我还在受伤期间，那次受伤呢也让我想到说，像我们普通人，尤其是这一次我看到这个高中生的接力之后，我更加确定，就是大多数的普通人就做好自己，按照自己的这条路往前走，时不时的有一些小的修正、小的纠偏、小的回顾自己就够了。成不了专业运动员那样，因为第一你不是从小练的，各种事儿都一样。大家说
为什么说什么芭蕾舞啊、体操啊、跳水啊这些？你说我长大了练不行，得从小练，那为什么到跑步这儿就说我必须我就能行呢？这就跟郭德纲老师说相声一样，你看那些都觉得得有童子功，唱戏得有童子功，就觉得这说相声不就张嘴就说吗？那为什么长大了就不行呢？但是好些事情就是这样，跑步就是这样。就我们现在，这是相对我来说吧，28年的塑造的过程中，我开始跑步，我塑造成这样了，那我就这样了，我不能给自己来一个选材呀，对不对？行，就说这么多，今天的训练圆满结束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关于箱根还有下周的安排，过2天会跟大家汇报。咱们下回再见。